我爸今天过生日，我回来给这个老东给这个老爷做点饭，没舍得买帝王蟹，买了个龙虾。龙虾其实也是头一次吃，这给我和我妈愁的呀。哎呀，哎，这不错，还得是我妈，但这其实就是生活的锤炼。我爸不他妈比龙虾难收拾多了。螃的海鲜我也整了点，但是给鲍鱼切成王八属实是计划之外。做饭还是得跟我妈搭班子，不像我弟，算了，他们挺高兴的，不提他了。龙虾我决定避风塘炒了，要蒜蓉蒸，我爸非得说简单，他他妈一个菜不做可能比别的，就这都得给他收拾干净了。他洗面看着一点黑的就都给你撇了。这些海鲜一样刀我一口，龙虾为主，爷们来个龙虾生日海鲜面。这顿饭花我不少钱，但好在我干个兼职，播音配音我都是在网上学的，晚上抽几个小时给有声书配音就能挣着钱。链接我挂这儿了，你要也想兼职挣钱点一下就行。我这普通话都挣钱了，你寻思吧。最后我又做了几个红色的菜，我妈又炒了2个没人吃的素菜，蛋糕摆当间，赶紧开席吧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炒肚、烧茄、油大、称蛋。蒸多、生蛋、碧龙、蒜爆、辣蚬、炸黄、龙面、干馍，妈累死我了。最后我说爷们，我敬你一杯吧。我爸给我整出个没捏式疤了。哎，我去，老头还上网。我等会儿得翻翻他的喜欢列表。我爸今天心血来潮要跟我妈过节，他说昨天晚上学了一宿那个爱心饼干，我看他这个动作，估计是眼睛学了一宿，脑子和手应该是8点多就睡了。我妈回来我看着这个，过了15，我可能就是单亲家庭了。但这种菜系我也不行，我就给我同学整来了，他给做个爱心棒蛋糕，我爸说色香味都不错，就是给我们2口子心眼捏的有点小。我们同学一听这话性情了，说爷们你歇着吧，今天这席我给你张罗了。我爸一点没客气，借坡就下了，正好跟我妈求戒指去了，说要跟年轻人学学浪漫。我们同学一下上态度了，这个叫开放三明治，这是火腿蜜瓜卷，然后他重点给我讲了一下这个，说这个是意大利的求婚面包。我一瞬间有点恍惚了，我说我爸今天如果是要求婚的话，我在这是不是稍显多余了？完，我爸说我妈最愿意吃菠萝咕老肉，他要亲自下厨整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，3个人帮做出来的。后来我寻思这2口跟我关系都不错，这事儿我也得上啊。做了个烤肘子，还来了一锅铁锅炖，有事儿必须得先给锅支上，因为我是浪漫的东北人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先给仪式感拉满了。我爸还准备了神秘礼物，我都不知道这老头从哪儿整的冰墩墩，还有一盒冬奥徽章。我爸说别人有的，我媳妇也得有。那小宝说那别人媳妇有的，我爸也得有。老婆子，今天是情人节，这帮小年轻的这个浪漫那个浪漫的，我觉得最浪漫的就是咱俩一起一辈子。这是我拿身份证定制的第2钻戒，一生只能买1枚，不管过去几十年还是未来几十年，我就爱你一个。这辈子我们一起慢慢变老吧。这戒指一戴，这不就是最高级的浪漫吗？但我感觉我爸有点不甘心只制造浪漫，他吃饭把衣服换回来了。他说我对感情很真诚，但我对本命年也同样尊重。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，说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潮汕都很少有人做手打牛肉丸了。我看完之后就很感慨，所以我也买了2锤子，打算家试试。主要我看纪录片里的师傅砸的都挺轻松的，但干上之后发现并不简单。这俩锤子加起来6斤重，听起来好像没那么沉，但抡起来绝对坚持不了5分钟。我有一台砸了3分半，手就不能回弯了，然后还开始不自觉的抽抽。问题这肉越砸越碎，根本砸不成肉泥的状态。我们分别在4个地方买的肉，砸了10个小时，但做出来的丸子都是这种一摸就碎的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这就是因为牛走得太早了，牛肉一旦宰杀超过6小时，它自己就会出水，这我就很尴尬了。难不成我还得拎着棒子上草原上追着牛跑吗？而且即便我去了，那画面应该也是牛追着我拎俩棒子跑啊。后来我决定先改造一下设备，找了个家具厂买了根木头，把它改造成最适合我们发力的高度。然后我打探到了在100多公里之外的村子有一家专门卖现杀牛肉的，我们连夜就干过去。真的，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新鲜的牛肉，它在刚分割下来的时候甚至还会跳动。拿到这样的牛肉，我们1秒都没耽搁，火速就回家开砸了。这个肉砸起来就非常顺利了，半个小时就能砸成肉泥，而且一点也不崩，还特别粘手。就这么一比啊，我们昨天砸那12个小时纯他妈冤种。这回终于要见亮了，我也抽空发一波福利，这不粉丝300多万了吗？趁拼多多国庆大促给大家准备了一批苹果13做粉丝福利，官方价7000多的手机全都按清仓价秒杀，而且都是全新带发票的。手机我都打包好放评论区了，置顶链接还在，就说明还有库存可以抢，你们赶紧去试试。然后这回买了30斤牛肉，我们5个小时就砸完了。用这次牛肉做出来的丸子真的非常的弹，掰开一个感受一下这种筋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手打牛肉丸，而且它真的可以当乒乓球打。然后还掉了锅
骨汤，但是熬了4个小时都没变色。后来我到底还是选择了科技改变生活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小臂往下都是麻的，甚至在后面的2天上厕所擦纸都得靠人帮忙。然后做的比较多，就给邻居们也分了一些，特意跟他们强调了我们这是淀粉含量只有2%的牛肉丸。后来邻居说了一句话，我当时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他说这几天我们趴窗户都看见了，你们这牛肉丸一点科技都不用啊，全靠老嫂子狠活啊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但是外面卖的好多都是汤多肉少，感觉买这也不太合适，就决定自己在家做点。不过没想到做这点鸡爪子差点没给我们命搭理。刚开始我图省事儿，就买了好多脱好骨的冻鸡爪，但是这鸡爪焯完之后又腥又丑，实在没什么食欲，就被我放弃了。后来我发现居然有专门卖脱骨机器的，我又花了5000元的请了个爹回来，但是没想到这爹也不灵啊，一个鸡爪子5根骨头，他就能去3根，完了还去不净。问题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，提前订了350斤鸡爪子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就是机器用不了，鸡爪还退不了，我感觉我们可能是要完了。后来研究了一下，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好办法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鸡爪子光焯煮过冰水就干了80多锅。这期间我们还试图找几个朋友来，结果4个人一起发朋友圈，到晚上共计就找了1个人。再一个，因为我们去年啃过一宿，现在闻的鸡肉味就恶心，所以今年我们只能徒手干。后来这活就完全干成了一个重复性的流水线作业，那手第1天是肿的，到最后都没有知觉了。我们就在这生生扒了3天，这是我活到现在经历的最绝望的时刻了。就是虽然3天只占1年的1%，但这几天的经历却需要我用1生来治愈。然后原本我还买了10个空气炸锅，打算做点虎皮鸡爪，现在也用不上了，还都是新的，就全挂咸鱼出给大家了，做点吃的啥的特别方便。再加上家里2个闲置的拍立得，很适合记录日常，这些通通5块钱一个，大家直接点评论区链接闲鱼搜狗送就行了，也可以关注一下，后面还会持续上新。你们要是有什么用不到的东西，也可以挂闲鱼卖闲置赚钱。后来调汁的时候我非常的严谨，甚至买了10几种品牌的产品逐一测评，然后汲取他们各自在口味上的优点。因为这些鸡爪子已经整整折磨我们4天了，就完全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，我现在容不得它有一点闪失。然后给这些爹泡了一宿，现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是蒜蓉酸辣，一半是泡椒的。我们还把手肘后面那块脆骨也单独剪出来做成泡椒的了。这无骨鸡爪到吃上的这一刻才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它现在酸酸辣辣的，还微微带点甜，尤其是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吃，感觉可太爽了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这一桌按市值来讲应该能值点钱。不过这里边食材成本真没多少钱，主要是生命成本有点高。后来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之后，我们提前半年过了个生日，在场一共7个人，许下的却是同一个愿望：好好活着。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灯影牛肉丝，但是我研究了一下，市面上得有95%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，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，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，这汤越香，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。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，比之前卤猪蹄剩的那锅汤还香。那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，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，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，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。这些牛肉在卤泡了1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，然后就是做这灯影牛肉丝最麻烦的事儿了，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。我们试了好多工具，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，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，因为牛肉比较硬，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，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，再撕成细丝儿。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，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哭了，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，那给我价值观都干崩溃了。就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一度认为大豆组织蛋白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，太荒谬了。这些肉扒完丝儿，算是彻底给我们累麻了。晚上寻思先歇会儿，刷刷手机，正好最近新换了个苹果14 Pro Max， 这手机内存大，运行快，价格还实惠，在转转上买的，才花了8900，用着跟新的一样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而且转转是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手机都有真人检测，数码产品全都保修1年，特别靠谱。想换数码设备的，推荐你们也去转转看看。然后这些牛肉丝儿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，为了能更好吃，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。后来我算了一下，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，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。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。
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，烹出锅气，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。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，一口直接入魂，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，这里边的细丝入口化渣特别酥脆，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，吃起来很多汁水。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，就是它不只有料香，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一斤。这牛肉丝现在吃的就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费酒了，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。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，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冷面，但是饭店卖的要不是辣白菜不好吃，要么就是牛肉给的少，所以我买了200斤牛腱子和1000斤白菜。我打算从这4样东西入手，在家做一个豪华版的冷面套餐包。为了能做的好吃一点，我还特意买了个腌辣白菜的配方。不过配方这东西越专业它就越麻烦，就光调这个腌料就用了10几种食材，而且配方说要想腌的均匀，需要把白菜打开，每一页都抹上腌料。这事儿可真是太熬人了，这半吨白菜切完之后，现在都有3万来页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就光腌辣白菜，我们就在这干了一页又一页。妈，这事儿可真是离了大谱了。然后辣白菜腌上了，就可以做酱牛肉了。我这次是以小酱姐的3高牛肉为基础，又放了好多之前攒的老汤，而且又卤泡了好长时间。现在这酱牛肉的内心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为了吃得爽，我们切的都是这种又宽又厚的大肉片，每一包装的时候都不少于3两肉。就这个量来讲，要是胃口小的，可能面条还没等吃到嘴呢，光吃牛肉就先给干饱。然后冷面呢，因为考虑到储存的问题，我就直接买了个做干冷面的机器回来。不过我算了一下，这机器要想用回本，起码得做出2吨面，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能吃3顿冷面的话，要想回本就得连吃3年。做完这几样，我们也终于能消停歇会儿了。这520想给老嫂们选合适礼物可太费劲了，好在我发现了靠谱的抖音电商，它有闪电退货、运费险、上门取件、极速退款这些售后保障，特别可靠省心。正好618快到了，家里要想买啥的，可以点我评论区链接，或者左滑进商城品牌馆，不用犹豫，直接冲就行。然后这些辣白菜一共腌了3天，现在拿出来切件就已经非常入味了。这辣白菜真的巨好吃，但就是腌完它的器具有点难刷。我后来甚至都非常苦恼，就如果邻居恰巧看到这一幕的话，我该怎么跟他解释，他才能不报警呢？后来为了让这冷面吃的时候更香，我先炖了一锅纯牛肉汤，然后以这锅肉汤为原汤，给每一份冷面又配上了一袋酸甜口的汤包。现在每一个冷面包里都是汤面菜肉4样东西，这一袋光成本就要干到40块钱了。然后回家只需要把冷面煮开，把所有东西都倒里，再放上一点自己愿意吃的小配菜，就会得到一份在任何饭店都吃不到的顶配大冷面，而且它还是减脂餐。这等夏天大热的时候，把汤汁先冻点冰茶再拿出来，然后再配上20个羊肉串，等把所有东西都吃完了，再把这碗酸酸甜甜的冷面汤喝了。这夏天过的，我的妈呀，那真叫是一个死而无憾。